还会继续上涨吗 ？ETF 流入了多少资金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依然持有之前所开的这张以太坊的多单，那我们的仓位价值呢并没有改动，还是之前的这个价值。不过你可以发现呢，随着行情上涨啊，我们的利润呢已经又多了不少。那我们现在总和呢有超过很接近100万台币了，那也是赚着13颗左右的以太坊。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我们之前啊所开的这张以太坊的多单哦，我们确实啊，我们的位置不太好，我们算是追高了，我们在2400的这个位置呢开了一张多单。那我们现在呢，终于又变成是不赚不亏了啊，了不起就是亏了一个资金费率而已了。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利润之前的亏损都已经消失了，那现在我们还有着之前这2张多单的利润。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你也可以质押500美金，3天就可以拿到36.5美金的现金，一样是现金，你都可以提币走的。那这2个活动呢，不相互排斥，你可以同时参加。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ETF 方面啊，它资金流入的多寡。现在 ETF 资金的流入呢，可以完全掌控目前盘面的走势。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Eric， 先叫他 Eric 哥，他是谁呢？他是专门在彭博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媒体分析 ETF 的，算分析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他整理出了美国这么多档几千几万档的 ETF 里面资金流入量前几大的几支 ETF。那首先呢，我们现在看前几名比如说这个 IVV VOO， 那这2个 ETF 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其实在这里都有整理的。IVV 在这个地方iShares 它的核心标普500的 ETF， 也就是呢，它买的是美国大盘的 ETF。那我们刚看到这个 VOO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Vanguard， 它也是标普500的 ETF。那除了前2个之外呢，比如说 IVE 是什么呢？就这个我们来搜取一下IVE 的 ETF， 它其实也是在购买标普500。然后第4个VTI 它也是标普500。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资金流入量前几大的 ETF 其实都是买标普500的。那其实如果说这个个股其实不一定个股有时候情况会很复杂但是就美国的指数来说呢，这个绝对是非常值得投资的。如果你去购买美国的这种指数型 ETF， 它有非常多只股票组合而成的 ETF 呢，我们可以去要求年化9个百分点的回报至少就美国这过去几十年来的股市来说呢，我们可以归纳出每年大概可以获得 9% 的回报，所以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在寻找的时候，其实就找手续费越低越好的，这个管理费越低越好的指数型 ETF 去投资就可以了，就直接买美国大盘，这个是非常稳健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呢，资金流入就是基本上这前几个，就是我们心目中认为这个非常好的投资标的。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5名，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身影啦 ，IBIT 就是 iShares 就是贝莱德公司它所发行的比特币现货 ETF， 它居然可以排到第5名美国有几千档、几万档的 ETF。IBIT 排在第5名，它可以超过美国其他 99.98 个百分点的 ETF 这个是彭博社的 ETF 分析师说的，可见有非常非常多的资金正在涌入到比特币身上。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观察这个榜单呢，我们可以发现第8名又有我们熟悉的身影FBTC 也就是 Fidelity 富达它所发行的比特币现货 ETF， 可见现货 ETF 推出之后呢，美国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以往只会流向标普500的这些资金呢，现在有很多已经流入到了比特币身上了。这对于比特币的盘面呢，绝对会造成一股非常强大上涨的力量，非常强大的买盘很强劲的买盘。而且呢，现在还处于初期的阶段还没有发酵完毕。我们必须掌握这股资金就等于说是后面进来的人，然后来把价格给垫高。那我们先入场的人呢，就可以获得利润。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对于比特币资金疯狂流入是非常看涨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XMR 吧。这个币种呢，它是门罗币，这个币啊，它其实也是老币了，就是2018、19那个时候的币。那其实我们在上一轮牛市，这个币种也涨了非常不少哦。但是呢，我认为啊，这个币它就跟比特币呢，可以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啊。比特币哦，今天又上涨了，对不对？在刚刚又上涨了，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我们直播的时候43000，12个小时之前啊43000啊，现在已经来到了44000，接近45000的价格了。你可以看一下有多可怕。当然，我相信这都要源于比特币现货 ETF 的资金流入。那其实与之相对应的呢，就是山寨币了。山寨币的走势呢，一直很不乐观。我们可以发现哦，XMR 它这里为什么暴跌呢？这里的暴跌呢，直接跌36%，36%什么概念？40%。昨天晚上的时候是36%，40%是什么概念呢？等于说是比特币从现在的价格啊，直接跌到28000、27000左右啊，大概就这个概念，非常的夸张啊。那 XMR 这个币啊，它其实昨天的跌幅呢，已经把我们前面的所有上涨都可以吃掉了啊，等于说我们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呢 ，XMR 是没有任何的涨幅的，这个币没有任何的涨幅。那其实它也不是个案，它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当然了，它暴跌是因为它会从币安下线啊，它有些问题啊。但我认为这个币种呢，就跟比特币形成很鲜明的对比了。好，也就是我们买比特币呢，我们可以预期一个稳定的，而且呢还不错的回报。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资金呢全部都，或者说拿很大部分去买在山寨币身上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不会获得任何的回报，或者这个回报呢会非常非常的少。那当然，比特币是更有投资的价值，尤其现在呢有非常多的资金啊正在不断的涌入到比特币当中，有很多传统金融的资金都涌入了。那其实现在呢，我们应该分开讨论哦，比特币归比特币，那其他呢要归其他的，因为以往呢流入比特币，资金流入比特币的管道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流进交易所，然后交易所这些用户呢或这些机构啊，他会购买比特币，或者说购买以太坊、山寨币等等的，资金流入的管道是相同的。但现在呢，流入的管道已经不同了。比特币它除了交易所之外呢，传统金融市场从 ETF 流入的资金，它不会外溢到以太坊，它不会外溢到山寨币身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属于比特币的时代了。那你也可以看到，刚刚的上涨呢，比特币的涨幅也比以太坊涨得更猛啊。那如果之后呢，以太坊 ETF 也进来之后呢，那我们就是把比特币还有以太坊呢，一起讨论，因为它们资金流入的管道是一样的。然后山寨币把它分开讨论。那现在呢，我们应该是把比特币还有其他币种呢都分开讨论了。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的情况吧。昨天有一波上涨啊，那其实我们要知道牛市会怎么涨呢？我们不妨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上一轮牛市是怎么涨的。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分型啊，这个分型我认为对我们现在的行情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上一轮牛市的涨幅，它就是这么涨的。我们来把它直接拿到我们这轮牛市吧，直接拿到我们这轮牛市，我们来稍微的对比一下，你可以发现什么呢？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啊。我们稍微对比一下，你不觉得这两个行情啊，它走的很雷同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这样子。这两段行情啊，它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相像啊！你看一下，除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小的盘整啊，其他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雷同啊。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这里的上涨嘛，然后后面呢有一点震荡，然后我们随后呢就是紧接着上涨。那我相信这个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导价值的。那我们再把级别缩小一点，我们可以发现，确实我们已经来测试了44000的阻力了。那现在也在这个阻力的附近。不过呢，我们上涨的过程啊，我们还是比较缩量。我认为这个是我们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但是呢，资金流入资金不断的流入，这个是事实它一定会推动比特币的价位往更高的地方去走的。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